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蒋方舟学术造假的故事啊。昨天中国人民大学发了一个情况通报，正式撤销蒋方舟的硕士论文。蒋方舟的硕士论文里啊，有9处跟境外的一篇论文啊严重雷同，那这就属于学术不端了，所以就撤销了他的硕士论文。昨天晚上20点53分，蒋方舟啊在新浪微博发了一个致歉声明。这个致歉声明啊写的挺讲究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说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对我的导师为此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一共就这3句话，这3句话啊挺有文学性的啊。你看啊，这第一句啊，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那我的论文是你们人大授予的嘛，你当然有权剥夺了。至于说我学术不端，那我可没承认呢啊。说我学术造假，我也没承认呢。说我剽窃，我也没承认呢。反正这是你们认定的事情，我是不认定，我反正是没承认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看我的小说写得这么好，有这么多读者像小白兔一样，平时喜欢我的这个小说，读我的小说，本来大家其乐融融的啊，有好事者把我10年前的论文拔出来，然后说我抄袭，一下子就把这些读者都给惊扰了。否则的话，你想我的读者谁会去读我的论文呢？人家就是喜欢看小说的，对不对？然后呢，毕竟抄袭这件事情不太光彩嘛。然后呢，有些读者看完小说之后，不得不看一下你们的这些材料嘛，一看心生失望，对我，那我怎么办？我只能对我的读者表达歉意。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这些人没安好心，如果没有你们的话，那我们这种其乐融融还会继续啊。所以就说这些人，那就是这个多管闲事嘛。这是第2点。第3点，对我的导师为此蒙受处分深致歉意。蒋方舟的导师是谁呢？是人大的阎连科。阎连科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啊，同时也是人大的教授。7月5号，人大第一次处理蒋方舟这事情的时候呢，阎连科给他背了锅，被停止研究生招生1年。所以呢，蒋方舟在这里对他导师深致歉意。我个人读完这个致歉声明之后，我觉得啊，蒋方舟啊，这个态度不够诚恳，也不够诚实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按道理来讲，蒋方舟你最应该向谁道歉呢？我觉得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民大学，你2016年考上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然后呢，你在写作硕士论文的过程中，你抄袭了，你抄袭人家台湾的那个论文呢，你是欺骗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呢，给你授予了硕士学位，你等于对人民大学的学校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对人民大学道歉呢？第2个方面，我觉得他也应该对公众道歉，因为蒋方舟这个事情啊，持续了1年左右了啊，一直有人举报他，说是学术造假、剽窃什么之类的，他都没回应。但今年7月份他不是回应吗？回应的时候语气特别强硬啊，说自己愿意承担任何结果，也愿意接受全面调查。然后又说那个肖英造黄谣，他报警，口气非常强硬。那他这个声明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同情他，都认为你看蒋方舟人就是个天才少女嘛，根本没问题。那肖英一看就没安好心嘛，大家就选择相信了蒋方舟。结果这事情过去了还不到10天，只有8天，现在调查结果出来了，蒋方舟的论文真的有问题，就是学术造假，就是剽窃啊。那你想想，他等于当时的那个声明是欺骗了公众啊，他是不是该对公众进行道歉呢？那这些都没有。蒋方舟啊，曾经在日本待过1年啊，他写过一本书叫《东京1年》，那本书我看过啊，但最近也有人扒他，说这本书里头也有抄袭情节啊。我觉得蒋方舟啊，没有学会日本人这个精神。那个日本人遇到这种情况下，严重一点，那就切腹自尽了。就算没有切腹自尽，最起码也得鞠躬道歉，对吧？你看蒋方舟就发了这么轻飘飘的3句话来致歉声明，所以我觉得蒋方舟啊，在日本可能待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有机会我欢迎他继续到日本再待一待啊，好好学学日本的这个道歉文化。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这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啊，抄袭被戳穿的故事。话说蒋方舟的论文被戳穿呢，我这里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抒情的森林。
这抒情的森林呢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平时呢他是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啊，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个爱好，给孩子们讲啊这儿童读本。他给孩子讲儿童读本的时候，他就发现啊，他说很多儿童读本之间很相似，作者不一样，但内容都很像啊。那其实很显然就互相借鉴、互相抄呗。他呢就起了一个词，他说叫异曲同工。于是乎呢，他就觉得除了儿童读本以外，别的这个文学领域内会不会这样呢？他就把这视野扩大了啊。这一扩大可不得了，他就发现啊，有很多作家写的这个文章啊，也都跟别人异曲同工。他就在小红书，也包括在那个豆瓣上啊，就开始晒，就是这些作家们异曲同工的证据啊。他这个打假有几个比较辉煌的战例啊。第一个呢叫杨本芬，这杨本芬呢在豆瓣上挺有名啊，被称之为素人作家、厨房作家，60岁才开始写作，80岁才出版了第一本自己的作品，叫《秋园》。这《秋园》这本作品啊，小说啊上线之后啊，豆瓣上有7.4万人给他打分啊，分数呢是9.0分，那相当高啊。当时大家这杨本芬呢，那一片赞誉啊。结果这抒情的森林呢，把这本书拿来一看，说这书里头有很多情节语句都是从王朔那儿、余华那儿剽窃过来的，还包括一些境外的作家啊。然后呢，他就把证据贴上去了。这杨本芬后来没办法了，就出来道歉。不过他道歉归道歉啊，他说啊，小说还是他的，他只是引用了个别的字句。这抒情的森林当时还觉得他的道歉不够诚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盯上了贾浅浅。贾浅浅大家都知道，那贾平凹的女儿啊，文二代啊，她不是写诗吗？是上厕所怎么着的啊，我都不好意思读啊。然后后来呢，他就发现贾浅浅的很多诗啊，跟境外的一些文学大家很相似，有的是把人家那个散文改一下变成了诗，有的是把人家诗改成了散文等等。后来呢，就找到了贾浅浅的一些论文，发现贾浅浅那些论文都是他爸当主编的那个地方发表的，然后那个论文中间也存在着一些抄袭啊。另外一个方面，他就盯上了这蒋方舟。蒋方舟在中国被称之为天才少女，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文章了。那文章叫什么破窗什么之类的，我没读过啊。说11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你想想，大家11岁在干什么呢？可能我呢玩泥巴呢，人家蒋方舟人都开始出版长篇小说了。2001年就在南方都市报上啊开自己的专栏了。我想想真的是汗颜呐。他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的时候啊，正好我在南方都市报也开始专栏。你想想，那我都在中国都混了多少年才混到南都的专栏作者，人家蒋方舟11岁就跟我并列了啊。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他被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主席。2008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就把他录取了，降分60分。他是湖北襄阳的嘛，据说他那年考试啊，他距离清华的分数线好像是53分的差距，结果降分60分，踩着线上了清华，在清华读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他的语文成绩是117分，150分的卷子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就质疑说，你蒋方舟，你这个说是天才少女，你怎么语文成绩这么低呢？然后清华还录取你了啊。那蒋方舟这些年写了很多小说啊，然后这抒情的森林就找到他这些小说，就发现他这小说有问题。其中有一本小说啊，叫做《武威腿儿》，跟李昂的一篇小说叫《杀夫》啊。他说这个情节啊、核心故事啊，也包括人物最终的那个结局啊，那都是几乎一样的，就是抄的。他当时就在那个豆瓣上，包括小红书上就开始晒这些证据啊。但是蒋方舟没回应啊。那你在豆瓣上、在小红书你吵来吵去的，人也没在意啊。结果这个时候呢，清华有个教授叫肖英，他看到了抒情的森林这些文章，看完之后呢，他就在想啊，那你们这些人光搞这个文学大家呀，说实在的啊，没有一个裁判机构，你就是如果当事人不主张权利，比如说你蒋方舟抄了这个王朔的啊，王朔如果不主张权利，那其实蒋方舟是没事的。于是呢，他就在想啊，说蒋方舟他不是上了硕士吗？蒋方舟2012年毕业的时候啊，他就去了《新周刊》当副主编。新周刊当副主编之后呢，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到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读硕士去了。既然读硕士就有硕士论文呢，
那肖英就在想，那把蒋方舟的论文搞来看一看啊。那硕士论文一般是不上网的，他就通过自己的朋友在人大的数据库里头找到了蒋方舟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是研究一个日裔英国作家写的一篇小说，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硕士论文拿回去研究了。他研究完之后，他就发现，他说这个论文不行。他在2025年的8月11号就在自己的公众号开始发表文章，说蒋方舟的论文涉嫌造假，写了很多篇啊。但是肖英这个人打假的能力是不太行的啊。他指责蒋方舟的论文主要是讲他注释不规范。你比如说什么1984写成1084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打假都没有意思啊。然后就讲他注释中间呢，人有的没有，他就写上注释啊，就不规范。然后呢，他也写到个别的地方说有抄袭的嫌疑，陆陆续续写了很长时间，蒋方舟没理他呀。于是他在2026年的4月10号，他就把这些材料举报给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风建设委员会。那校风建设委员会一开始也没理他啊，他这一看就急了，就给人民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说：“你看，我都给你们这个写了这么长时间的举报材料了，你们也不理我啊。我那个当时那个文章里头讲了，建议人大重新审核蒋方舟的论文。结果他这篇公开信写完之后，人大给他回应了，说我们马上成立一个调查组啊，调查蒋某某的这个论文，说几个月之内我们调查清楚啊，给你们回应。时间一转眼就到了今年的7月4号。7月4号这一天，蒋方舟呢突然开始回应肖英了，因为肖英从去年的8月10号开始到今年的7月份期间啊，不停地写文章嘛，蒋方舟从来没回应过。7月4号，蒋方舟这一天说让请这个肖英你停止造黄谣，你造我的黄谣。然后呢，这个文章写得很硬气啊，说他愿意接受全面调查，如果有问题，愿意承担全部责任。然后他就讲肖英的这些指责都没有道理，说是把什么事实啊、引文啊、什么之类的啊，都是把正常的引文当做一个抄袭啊什么之类的，一共写了7、8条。7月5号的时候，这个蒋方舟又写了一篇文章，逐条回应23条注释的问题，每一条他都回应了，我都没问题，我通通都没问题。那连续2天发表这个文章回应肖英，结果就在7月5号的傍晚，中国人民大学呢发表了情况通报，这第一次情况通报啊。这次情况通报里他就讲了，肖英给他们举报之后啊，后来还补充了材料。5月份的时候，他们组织了8位业界的专家，那应该都是中文界的啊，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还包括有些律师啊、知识产权的专家，对这个学术什么进行溯源呢，又听取了当事人的多次的问询，就问询蒋方舟。然后蒋方舟还提交了书面的这个说明材料。那么在7月4号这一天，这8个专家委员会开了会议，形成了决议。7月5号这一天，报请人大开会又形成了决议。最后呢，他就讲了他们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有意思啊，前5条就把肖英的那些注释都拿出来说啊，他说这个注释确实不规范，有问题，注释有的没说清楚，有的是引文错误啊，什么之类的啊。第6条是说了啊，没有发现在举报材料里的其他部分存在学术不端。后来的结论就讲了，说这蒋方舟的论文啊，你就是引文注释不规范呢。然后呢，还讲到了啊，说个别陈述语句存在学术不规范。那么怎么处理的呢？就把蒋方舟的导师阎连科停止招生1年，但是蒋方舟本人没有任何处理。整个这个情况通报就是这些内容啊。这个情况通报就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对应蒋方舟的那个回应啊。7月4号，这个会议组人家调查组啊形成了一个会议结论。蒋方舟7月4号开始回应肖英，蒋方舟7月5号发表了第2篇回应。第2天7月5号，中国人民大学公布了这么一个情况通报，证明蒋方舟没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蒋方舟跟这个调查组之间，校风委员会组织的调查组之间有密切的信息往来。在7月4号这一天，学校已经形成了结论，认为蒋方舟没问题了，蒋方舟才开始出来说，我愿意接受全面调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你肖英就是胡说八道。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学校给他可以给他撑腰了吗？因为学校调查完之后认为他没问题了，
蒋方舟才出来开始回应肖英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啊。然后呢，这份情况声明啊，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它是一个避重就轻的情况说明。前面不厌其烦的在讲23条，就是这个引文注释不规范。但是引文注释不规范，大家都知道，在一个论文中间啊，它属于校对层面的问题，它不属于学术不端呢。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啊，说个别陈述语句学术不规范。但是这一点呢，一句话就概括去了。到底哪些字句学术不规范呢？没有讲。这个学术不规范，你亮出来让我们看看呢？这到底是学术不规范呢，还是属于学术不端呢？也没讲，把前面的注释都罗列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由此可见，人大的这次调查啊，其实很明显，就是想保蒋方舟，就是想避重就轻。然后呢，蒋方舟呢对肖英啊那个措辞比较严厉的那个回应呢，也确实形成了一个舆论效应啊。这之后我看肖英有点怂了啊，肖英就说：“那蒋方舟你去告我，你别报警了，你告我，我在法庭上给你回应啊。”明显的有点心虚了。但是啊，蒋方舟的这23条啊发到网上之后啊，豆瓣这个群体啊挺有意思的，大家就开始研究，很多人就研究说这个23条里头很多都在撒谎，包括这抒情的森林，他就说23条中间哪一条撒谎了，哪一条撒谎了，还发到小红书上。豆瓣这些博主嘛，平时也是比较闲啊，就开始集中又研究蒋方舟。而且有些人我看啊，在7月6号的时候还详细罗列出来了蒋方舟事件中间的各种问题。这个时候抒情的森林呢就开始研究蒋方舟啊，他的文学评论里头讲到的一些翻译，他说都是我自己翻译的，包括他那个学术论文里头也讲啊，说是我自己翻译的，他说根本不是，都是别人翻译的。那么这些问题就继续扩大，又引来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易拉德，他的这个账号名字啊，这易拉德到底是什么背景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豆瓣上啊，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文学爱好者。他呢在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啊，他就发现蒋方舟的有一篇说他自己翻译的那个内容啊，其实是在他出生之前7年人家都翻译好了。所以说你看蒋方舟是天才啊，负7岁的时候就翻译好了。这是他第一次开始介入，好像是7月6号、7月8号啊，我记不清了。7月10号这一天啊，他呢就紧接着发了一个帖子，他发现了蒋方舟硕士论文中间，他其实有很重要的内容是抄袭台湾一个叫陈崇仁教授的文章。陈崇仁呢是台湾大学啊，这个英语系的，研究英美文学的啊。他在2012年在中外文学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论文呢，蒋方舟啊基本上是把人论文的核心的意思全都搬过来了，而且他这搬的过程中还比较恶劣啊，还有意改了一些字句，就给人感觉好像是他自己写的啊。但是呢，你从这个学术角度来讲，一看这就属于抄袭啊，而且是属于恶意抄袭啊。他就把这个东西呢，两方对比起来就放到了豆瓣这个网上。他放上之后呢，抒情的森林一看，就把这东西转到了小红书。然后7月12号的时候，肖英呢就把这个内容转到了微博。这一下就麻烦了，我这里还提供一个细节啊。7月10号这一天，蒋方舟他自己有个公司啊，当天他就把这个公司的法人呢，由他自己改成了他妈妈尚爱兰。这个细节说明什么？说明其实蒋方舟平时一直在关注着豆瓣上这些平时盯着他作品的这些人呢。所以当天这个7月10号啊，就是这个易拉德啊发的这个帖子之后啊，蒋方舟把他的公司法人的名字改了。我个人认为，就在那一刻，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完了，因为这是个铁证。7月13号，我估计人大也看到了，所以一上班，星期一呀，马上就组织了另外一个专家组。这个工作组啊，不是校风建设委员会，也不是中文系的这个专家了，但是什么专家都有了啊，因为这个鉴定就很容易了，把人家陈崇仁的论文拿过来跟他一比对，一看确实是学术不端，而且给蒋方舟打了电话，听取了蒋方舟的申辩。他的第一个情况通报里头讲的是问询蒋方舟，这一次呢是听取了蒋方舟的申辩，言下之意就是人家这个调查组就已经认定蒋方舟就是学术不端了，看你能不能辩解，就把你当作嫌疑人了嘛。那
最后就是认定蒋方舟这个事情就是属于学术不端，所以当天晚上就开闸宣布蒋方舟的硕士论文被撤销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大致就是如此啊。那么接下来我来讲一讲啊，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啊，其实你看学术打假一般很少打硕士论文的啊。肖英之所以挖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啊，我不知道他跟研联科之间有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啊，因为他当时找论文是找了3个研联科的学生，除了蒋方舟以外还有盛可以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一般很少有人打硕士论文，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硕士论文水平低，如果你按照比较高的学术要求去打硕士论文的话，我估计中国的那硕士论文基本上都不合格，能合格的比例可能很低啊。当然除了我的硕士论文没问题啊，怎么打我都不怕啊。那么为什么大家会盯着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蒋方舟属于特权阶层，因为他当年天才作家呀，大家怀疑啊，他母亲给他代笔啊，把他包装成了一个天才少女啊，又是写长篇小说，然后通过这个降分录取进入了清华，从此人生开挂呀。23岁毕业之后，就在《新周刊》直接当副主编，对吧？然后后来呢，又上了人大的那个什么创意写作班。那创意写作班啊，其实也是一个特殊通道啊，单独考试嘛。然后呢，就在人大可以拿一个硕士学位啊。但是想尽了社会中间对他高度关注啊所带来的好处，大家对这些人呢，那就要带着显微镜去看。你比如说贾浅浅也是啊，贾浅浅他文二代啊，他爸爸是贾平凹，贾平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啊，陕西省作协主席啊，副部级啊，所以他的女儿贾浅浅啊，那既是文二代也是官二代啊。那他论文写的是他爸的什么研究，他发表的那文章也是在他爸当主编的那个里头，包括他留在西北大学，不是有人挖了吗？跟他爸也有关呢。所以这个特权阶层，你们写的这个硕士论文，我们要认真看。农家子弟、普通百姓写硕士论文，如果要是说不太规范，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你们这些特权阶层，我们就是要拿显微镜看。其实这个里头关注的不是硕士论文，关注的是特权阶层。你们不能再跟普通人一起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了，因为你们已经得到的足够多了。这是一种社会情绪。我觉得这种社会情绪，最终蒋方舟是栽在这上面。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蒋方舟抄的是哪儿的？抄的是台湾的陈冲仁教授的一篇论文啊，这挺有意思的啊。为什么人大没有查清楚呢？其实就是过去我们国家所有的查重系统啊，它是不收录台湾的论文的。所以你看呐，海峡两岸分裂分治啊，对学术打假也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不是吗？所以你查重，台湾就不属于中文数据库啊，所以查不到啊。这个伊拉德最后怎么能查到的？肯定他是把蒋方舟的这篇论文放到了台湾的数据库里搜了一下，于是搜到了。所以你要知道，过去啊抄袭啊有一个窍门，就是别抄中国大陆的，抄台湾的没事儿，因为你抄台湾的，中国大陆你那查重系统查不到啊，一般人也搜不到啊，包括中国的百度都搜不到啊。所以你看，就是很多人就故意去抄台湾的。说蒋方舟当时你别说也挺聪明啊，他也知道抄台湾的论文风险小，这是第二个方面啊。当然你可以从一个细节知道，蒋方舟还挺心虚的，因为肖英从去年8月10号不是在网上揭露他吗？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始终没有回应，一直到7月4号他才开始回应。7月4号为什么回应？是人大已经开会做出了一个结论，认为他没问题，他才开始回应。说明什么？心虚啊。如果蒋方舟他认为他自己的论文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第一时间出来我就说你造黄谣，对不对？他怕这个舆论搞起来，舆论搞起来之后，他怕大家去漫无边际的去查他其他的论文，查他其他的文章嘛。所以直到人大给他背书了，他才回应肖英，心虚的表现。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讲人大的这个调查啊。我觉得人大这个调查挺丢人的，为什么呢？经过2个月的调查，8个专家啊，然后最后证明蒋方舟说没有学术不端。结果呢，这个情况通报出来之后8天就被网友给打残了，就发现了真的是有学术不端。那我们想问了，那人大你们这些专家是吃干饭的啊？
所以啊，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不是涉及到蒋方舟个人了。这件事情呢，最大的损失是人大。人大当年那个创意写作班啊，咱事后看啊，其实就是给人大贴金的，双方互相需要嘛。这些作家们需要人大的文凭，人大也需要这些作家到人大读书，将来都成为人大的校友啊。所以人大对这些人呢，其实肯定要求比较低，也不希望在这里头出问题。所以当时肖英举报他的时候，第一次的那个调查仅限于肖英举报的那个内容。但是肖英我不是讲了吗？打假又不行啊，是吧？他就搞的一些隐瞒注释问题嘛，所以最后就说他没问题。但是肖英的那些文章里头非常清晰的讲了，抒情的森林在小红书包括豆瓣啊，都讲了这个蒋方舟的论文的也好啊，文学评论里头存在着大量的抄袭啊。那人大的那些调查组为什么不去看抒情的森林的那些内容呢？如果他当时看抒情的森林的那些内容，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早发现呀？所以人大其实一开始在这里头啊，就存在着一种小九九，就希望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把蒋方舟的论文搞太大，因为蒋方舟的论文被搞掉了，就证明人大这里头其实水货。但没想到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的结果是人大自己挨了一耳光。8天之后就发现了蒋方舟的这个论文存在着严重的学术不端。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想说的啊，这个人大在这里头啊，其实问题我觉得比蒋方舟问题还大。你想想，蒋方舟当年你这创意写作班，你这个论文你提交有论文审核委员会啊，有你的导师啊，没审出来任何问题。其次，现在你经过2个月的调查，又没调查出任何问题，结果8天时间，几个网友就把你彻底颠覆了。你人大的公信力何在啊？我觉得网上的程毅忠曾经说一句话说的挺好啊。大学最重要的资产是公信力，这个公信力不意味着你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但关键是你的内部程序，你包括你的调查内容，包括你的这个举证过程啊，经不经得起事后追问？如果这个都经不起，其实你的大学的坍塌比蒋方舟的论文造假还要其实危害严重。这是第3点。第4点啊，我觉得啊，这一次啊，蒋方舟这个论文造假被揭穿呢，对假钱检事件的处理啊，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假钱检呢是4月10号，那西北大学就宣布我们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啊，调查清楚了，告诉你们大家，事情已经过去3个月了，还没回应呢。我估计西北大学肯定也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但是你想想，蒋方舟因为人民大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呢被挨了一耳光。那西北大学就要想清楚了，如果他对假钱检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小心啊，这抒情的森林呢，也包括那个伊拉德啊，也包括这些广大的网友啊，有可能会带着显微镜继续去查假钱检的论文。那如果查出来，那不是再接着给西北大学一个耳光吗？所以我估计现在无论是假钱检还是西北大学都睡不着觉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不可能像爱我妈妈一样爱另外一个人，大家听了之后也觉得很惊讶，也觉得哇，你们之间为什么这么亲密，是不是应该改变？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承认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承认它，可能对于我来说本身它就成了和解的一步吧。但是在你成为年纪非常小的时候走那，我后来觉得我现在最感激我妈妈的部分，可能并不在于那些特别别人看起来好像就是很现实的那些部分，反而是她教给我觉得一些更底层的一些生活的逻辑。包括她也一直跟我说你做一件事情，就像我小时候写书，然后她说你成不成功无所谓，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件事给完成。就像我小时候写第1篇文章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妈妈告诉我说你就是要完成一本书。我说一本书有多少字？她说10万字。然后他说无论好或者是差，但是你一定不能半途而废，你到最后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去做完它。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相对来说比较骄傲的部分就在于我人生当中真的没有半途而废的经历。就任何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不管好或者差，不管有没有达到我自己的预期，我一定要把它做完。我觉得做完它这件事比尽善尽美更重要。所以我后来会觉得，可能我一些特别朴素和底层的一些
工作上面的逻辑，面对情感的逻辑，就这个东西都是我妈妈教给我的。对，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说所谓的让我成名这件事更重要。